好，监委从秘书长李俊毅用他的公家车去送狗狗去美容那现在呢又被这个议员踢爆呢说去看牙齿，甚至去接飞机那都使用公务车那这个李鸿钧就监察院副院长很有意思因为院长陈菊住院5个月了那李鸿钧说呢，6月2号以后都不可以个人用公务车了。奇怪了，今天几号？今天5月30，对不对？6月1号29、30、31，对不对？30、31、1号，那这3天可以用吗？换句话说，是不是端午节监委要忙着用车呢？那即刻起就不能做个人使用嘛？怎么到6月2号才不能用个人使用呢？那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奇怪好吧。现在呢，监察院有29辆车，比其他院都多，轮到说变成了特权车队所以李俊毅呢送狗狗还去接这个 Uber Eats 的东西，苏立琼呢说去看牙林育荣呢去机场接送等等都不是为了公务了那这是不行的，你就这公家要说你严格可以非常严格，公家机关呢你拿几块钱东西都不可以，那就是贪污他有几年以上有期徒刑，他不是几年以下有期徒刑7年以上就是7年以上非常严格的所以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用个公务车啦，所以呢什么被罚钱的啦被判刑的啦，被缓起诉的啦，什么都有有的时候可能只是这个占了公家6000多块，判你罚20万、30万这样罚。那你监委不一样监委是整肃官箴的，是要看看直施风险的。你搞什么鬼啊？你怎么去讲别人呢？讲别人义正辞严，很会讲，碰到自己呢，好像就圣经上有一句话，就你只看到别人眼睛的刺，看不到自己眼睛里面的梁木，自己的眼睛跟大木头看不到，一个刺在那边吹毛求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激起全民的反感才是这样为什么会有监察院？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有监察院就我们有。因为孙中山当时说，大家喜欢包青天所以呢，我们也有御史大夫我们会有五院就有包青天喜欢科举，我们有考试院包青天古时候会拿轿子带他的狗送他的狗去洗澡吗？虎头铡把你铡死了这就羞辱包青天，好吧？这真的听得这种气所以呢，这个说呢，这个他们曾经用公务车试用，被官员有被弹劾，监察院去弹劾人家，都有这种事情。那你今天自己呢？自己怎么干的那这个监委叶大华说，那涉己事务怎么调查呢？为什么不能调查？因为为什么不敢调查呢？以前也有调查，不是没有？以前秘书长陈丰毅也被调查过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查到自己身上来了，每一个人可能都很难洗脱，谁敢自己站出来说，我从来没有用公务车干我自己的私事？我们看一下。走上车，手上还拿着健保卡，监院又一人被曝滥用公务车。这次主角是监委苏立琼。苏立琼当时被拍到的时间点在5月14号的上班时间，当时他搭着公务车来到台北的这间牙医来看诊后，搭上公务车再离开。监院滥用公务车业力引爆，上从秘书长李俊毅下到监委多达4人。如今新北市议员林国春再贴出照片指控监察委员林育荣，被拍到接近下班时间到监院附近去接女儿，接着2个人就步行到镇江街一起上车。照片中看到妇女坐公务车直奔国道往桃机方向，并在航下接一名男子，似乎就是去接儿子。而致电这名监委，他也坦诚有搭公务车接小孩。那因为不是只是离监察院非常近，所以我每天我就是上班的时候，我就先上去国土，然后我就乖乖上班，那差1分钟、2分钟的路程。而另一位监委则是5月9号下午被拍到搭公务车去剪头发。离法店距离监院1.5公里，这位监委是熟客，出席重要场合前就会来。监院滥用公务车连环绕，藏着多少未爆弹？监委们抓雷弹。蓝轩。不是，我觉得这个我就要让大家先厘清一下，这个29台公务车是什么意思了因为有些呢政府官员他会直接配车，它属于你专属的使用。但是呢，监察院这个车子就有点像是立法委员他们在立法院有所谓的用车，它是统筹调度，就是呢监察院里面有29辆车，那你需要用的时候的话呢，你就是说你去登记登记说你什么时候要用。那这时候呢，它是做什么样的用途呢？我念给大家听这有关于呢这个监察院的公务车，它的最主要的目的。供委员行使职权所用，比方说中央巡查、
地方巡查调查案件。比方说，他需要搭乘公务车去各地进行勘察、进行访查。比方说，如果他想要去查光电的话，他可能需要到台南去；要去查炉渣的话，他可能需要到台南去。他需要调查一些人，他可能必须要这公务车去帮他这个可以方便使用，所以他都没有去但是呢，照理来说，他应该去这些地方，用在这些作用上面，但是他没有那包括说呢一些相关的说什么包括我刚刚讲到调查当事人啦，约询当事人啦。比方说，如果他认为呢，这个当初呢，台南市这个喝花酒的官员需要被调查，他可能需要去这个地方到酒廊去看一看，约访一下呢这个查查女郎，但是呢，他也没有搭这个车子去，他拿去呢这个给看看小云是谁，对，看看小云是谁但他并没有去看看小云是谁，他反而去给他的狗狗美容，然后送亲友呢去机场，然后的话呢，这个还自己去看牙。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公务车是你要登记去做这个使用的，而且他告诉你要做这些使用。中央地方巡查，当你做这个钦差大臣要这个下乡去进行钦差巡查的时候呢，你可以调这个车辆去运用。所以刚才这个邱先生举例成轿子是很传神的，以前就坐轿子，现在就叫这个公务车嘛。那你要下乡钦差大臣要出巡了。那问题是你现在做什么呢？你拿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而且它还有排他性。你今天调了他去做这个事情，别的委员就调不了，他就不能做这个事情，因为这车子不是你的。你今天说好，如果说一些政府官员这个公司很难分，我要去下班的路上顺便去看牙那你说这个车子是你的，那你就说这个可能是顺便，这车子是你调来做这个使用。我调了车子来，我去看牙，你说这有道理吗？我这个调这个车子来，我自己不做，我让我的狗狗去做，这有道理吗？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是夸张到一个离谱极点那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再回过来看，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监察院。监察院就是要去侦查我们政坛的官箴，我们的这些公务人员到底有没有专心的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有没有做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们刚刚讲到，我刚刚刻意举的这些例子，就是你该要去查的，几乎没有一个你去查。尤其碰到绿营执政的地方，你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都不去查。然后呢，自己在那边这个为非作歹，这个作威作福，这个像监察院吗？更不用说，当初民进党想废的院是什么院？就是监察院呐。当初这个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你说监察院叫做蚊子院，监察院呢除之而后快，监察院就不应该存在。就你自己当主政了，监察院突然间变享乐院，监察院呢变成一个护航院，通通护着，好像我监察院存在之后呢，我拿了个大刀我都不砍，代表我们的政府呢非常的一片亲民。是这个意思吗？哇，这个水清这个也没鱼这个大家都非常的这个认真做事情，是这样子吗？那不但不是这个样子，你自己在里面真的是吃香的喝辣的，你在里面安养，在那边享乐，你是个安老院吗？你是一个享乐院吗？所以说到这个地步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民进党，我觉得为什么到这一次520，他的民调这么的低，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去做，你该挺直腰杆的时候你没有挺直，你该让大家相信你的地方你没有让他相信你，做的这些事情，然后呢还跟他说我什么思虑不周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这个涉及事件不能够这个自己去查自己的话，那通通请辞嘛，什么自律不周，通通请辞下台我想民进党对监察院立场这样，过去确实我们也主张过监察院是不是整个废掉，但是监察院写在我们宪法里面，所以废监察院要修宪。那民进党过去包含在上一届立法院的时候，也有当时立法院组成修宪委员会，也有民进党我们的立委提案说要把监察院废掉，但是大家知道修宪门槛非常非常高，所以上一届在最后也没有去真的去进入到最后去要来说推动修宪朝野之间各自有一些不同的期间没有解决，所以这件事就后来没有后续了。那回到这次这个监察院的公务车事件我觉得刚刚我们节目上有上一个标，我觉得讲的是完全正确，就是监察院监委们爆发这样的事件，那你有什么样的你未来要怎么样用什么样立场去纠正、纠举、弹劾其他的公务官员呢？如果你自己被人觉得说你行不正、坐不直，那你要去承担起大家觉得说是社会上的一个高道德标准，甚至我要监督其他人这样角色，社会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这次对监察院的这个公信力是一个重创了。那现在监察院李鸿钧副院长也有说他们要来规划内部的调查跟处分嘛，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监察院必须要给社会一个交代了。那但我想补充一下，刚刚大家在讨论就是一般性补助款这一个，刚刚佩君议员、洪庭议员都讲到，我想补充2个数字来。一个事情是说中央政府，我们以台北市为例中央政府今年给台北市统筹分配款、一般型补助款加计划型补助款3个数目加起来今年是1004亿
这是已经删减过一般性补助款的。那去年是922亿。所以本来按照本来的预算编列数啊，台北市今年全部从中央拿到的是1043亿，现在少了37亿。所以我要强调，中央不是不协助地方，即便是现在预算被大砍，今年中央给台北市的补助款还是多了将近80亿。那有很多捷好不好运的分配款。那好，就我继续讲回来，这是第一个，这当然有计划型，没有错在里面。那再来一般型补助款，我们看一般型补助款。全国所有县市2017年的一般补助款总额是1600亿啦。那本来今年是要规划2500亿，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过去基本上每一年中央政府给全国6都跟非6都所有县市加起来，一般性补助款大概成长幅度是每年100亿了，所以基本上这个成长的曲线过去8年是很固定的。那为什么今年突然少了636亿？那因为这个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把整个全部预算通通砍了嘛，大砍636亿，砍的跟解冻完全不一样。曾议员，我想你这很清楚，所以90%的预算你们没有办法做事吗？636亿元统3，对不对？那如果蓝白没有去砍这636亿，其实当然政院补助地方政府何乐而不为？叫你调配啊，有叫你全砍，中央100%保的全砍。我用曾议员刚刚讲的话说，大家知道曾议员刚刚说，大家知道37亿什么概念？37亿很多哎。那同样我要讲636亿什么概念？636亿非常多，还比去年多吗？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是被逼到墙角以后还比去年多哎。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这么重视行人安全，中央这次经费是4年400亿，不要删地所以方预算啊。你说要不要做行人安全吗？那你就别删地方预算嘛。我们文化部1年的总预算加前瞻才300亿，是整个全国文化事业都不要做了吗？讲那么多，所以最后我补充一句就好，就是卓泰院长今天也有提。说这个问题现在要怎么解决？行政院接下来可以提追加预算，对，所以只要追加预算，行政院提出来，送到立法院，没有大地方说希望要拿补助款，好不好？那行政院提到立法院，蓝白立委同意，这件事情就解决了。违反财划法就算了，然后现在最妙的是监察院还没办法来协调。财划法今年3月才通过，监察院就3读表决完了。监察院当初11-2不成立陈忠燕的弹劾案的时候，你们对监察院还有什么期待？这些监察委员干这些事情，所以今年他连陈忠燕现在2025年这种所谓的这种性交易的事情，他都可以不谈和了。然后你还对这些监察委员有期待？就是财划法施行前一年，本来就是应该要处理的嘛。好吧，休息。好，监察院呢滥用公务车连环爆哈。所以呢，刚刚我说了，李鸿钧副院长下令6月2号不准个人使用，为什么不即日呢？6月2号哦，那这3天是怎样可以用啊？立法院监察院29台首长专用车，为什么？你们想过没有？有多少个监察委员知道吗？29个，监察委员就29个人，包括院长、副院长。那立法院是不是编113台车？因为立法院113个委员，哦，所以荒唐嘛。所以我这么怀疑，平常他们就开这个车，啊，这个车几乎等于是他们专属的。你有29个委员，29辆车，你什么意思？违法吗？监察委员可以这样子吗？监察委员而且一干6年呢，哦，待遇也很好哎，哦，可以这样做，哦，这现在完全变成对民进党来讲就是酬庸你嘛，不是这样子吗？那这个。陈冠安啊，这个罗志祥办公室主任呢，说魔鬼藏在细节里，说李俊毅还是能载狗，不是说不可以载了吗？他说不一样，他说因为呢，这个副院长的下令哈，是说说呢这个首长、副首长专用车，员工叫做公务车，委员啊叫公务车，所以呢现在停止使用是公务车，并没有停止使用专用车，所以到底李俊毅讲的是什么？是说一般委员的公务车不能用，还是说这个院长、副院长、首长、秘书长使用的这个专用车？到底是怎样？所以呢，可能中间还有这个巧门可以钻。那林佩祥委员是说呢，应该普查了监察院滥用的状况，绝对不是只有这几个了，也绝不只有这几天，只是这几个被拍到而已啦。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要排一个。防止公务员渎职的专案报告，所以要监察院出席，被认为说就指的就是监察院这个秘书长，
当然，立法院就说不只是这个，依然还有其他的所有我们能够查到的公务员渎职怎么样防治？我们看一下。监察院爆发了公务车之乱，其实监察院一共有29辆的正副首长专用车，是立法院将近6倍之多。反观立法院的首长专用车一共只有5台，剩下的46台要111个立委分着用，遇上了院会的尖峰时段，常常叫不到车。5院首长专用车数量，司法院17台，行政院15台，考试院也有13台，立法院仅5台，监察院29台居冠。而监院澄清，首长专用车其实只有4台，剩下的可供监委等调用。对比立法院46台公务车调度范围仅到新竹，需事前申请一次4小时。中部办公室还有8台，最远调度范围只到嘉义，连立委都坦诚车真的不够用，应该检讨各院的用车状况。3个院也许彼此要再来做进一步的了解或需要，那么如何来调整？以我们立法院来说，确实我们立法院的委员常常会有太晚叫车，会叫不到车的状况。监院则声明，从6月2号开始停止全体职委员工以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到7月31号任期届满为止。另外，包括李俊毅等人滥用公务车一事将启动调查，但怎么查、谁要查，没说清楚。监察院公务车陋习被揭发，但如何查明真相，在野立委也打了问号。佩君。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症结就是相对剥夺感很重啊，因为刚刚讲监察院功能是什么？管理百官的官箴，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爱犬美容，他是监察院，还不是监察委员而已哦，他是监察院的秘书长。然后呢，被问到说你的狗搭着公务车去美容，其实李俊毅第一时间回应是说，哎呀，因为爱犬年事已高。我的天哪，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不要说家里的狗啊，请问你们本人去美容的时候有专车载你们去吗？你们年事已高，你们有搭着专车去美容吗？所以当监察院的秘书长脸不红气不喘的说，他的狗搭着公务车去美容，是因为他的狗年纪很大。他讲得出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民进党的这个上上下下。光是监察院那个内心的价值观歪斜到什么程度哦？监察院爆发这一波秘书长跟监委滥用公务车，然后去做私人用途。坦白说啦，我觉得看牙的苏立琼，我稍微觉得可理解，因为牙痛起来要人命，那可能牙痛的时候没办法上班，没办法处理公务。但是那个载狗跟去拿便当的，就真的找不出理由。但这个可恶的情境，你还要跟过去去年他们在对不起，在哭。这个预算被砍的时候，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关系啊！我不行，我怕本台被罚钱了。立法院刚通过监察院预算的时候，绿营侧翼出来说什么？啊，我的天哪！立法院删太多了，监察院擦屁股没卫生纸啊，记者没有咖啡喝啊。结果我们现在才知道，卫生纸呢跟咖啡不是在一档删掉，是这些大官搭公务车、加油保养车搭掉了。陈菊跟李俊毅还有诸位监委下这个掌控的监察院了，显然是认为这个公务员没有卫生纸没有关系，但我的狗呢，年纪大的老狗要去美容，不能没有人在；我要看牙齿也不可以没有人在，如此的取舍而已哦。说真的，这就是民进党的一贯思维啊。监察院选择砍卫生纸，但不可以少特权车；行政院选择砍地方补助款，可以砍社福的钱啊，但是不可以少大内宣的采购，不可以少卓荣泰的杯子蛋糕，只是规模、金额、规模大小的差别而已。这就是民进党的统一思维，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那到底算不算贪污啊？就讲清楚就好。我只知道，我总是记得高虹安，虽然我不认识他，高虹安办公室的那些的助理，为了几块钱，那都是李俊毅传下去的。对，就都记得吗？对，都当时就是李俊，他说李俊毅当时这样用，我就跟着他，忘了。同一个人哦，我在讲说，就是同样是李俊毅。他办公室的助理呢，都为了几块钱的几十块钱，每一个呢当被告的被告传唤的传唤，都受到严厉的司法对待。李俊毅学法律的，他爸爸是民进党的国师啊，李鸿禧啊。那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如果便宜一些形式，能不能讲得过去？刚刚吴峥提到，就是说民进党过去确实主张了要废监察院，但是现在不好废。其实不好废，你有另外方式，你就不要提嘛，你就不要提可以啊，就让空在那边。以前也干过这个，违宪过。对啊，就是没啥大不了，你就不提。
或者你提了，反正呢蓝白都把你砍掉，砍掉了之后，反正就瘫在那儿嘛。马英九当时就这样啊，本来就被砍掉就空那里，本来就这样，没有什么可以让你呢苟且辩解的空间，好像呢我们不得已，好像今天呢提了这些烂人当监委，好像是民进党不得已的。然后呢，今天这些事情出来了之后，我们还得要为这鸡零狗碎的事情为他辩护。政治，其实我们要把标准那条线画在哪里，其实是有困难。你可能有人说这些是小事情，对啊，我也觉得，好吧，人呢有的时候呢图个方便便宜一些形式呢，反正呢载个狗没有人看到，反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一人当监委呢，鸡犬坐专车，这也没啥呢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可是如果说呢，在同一个时间里面，这件事情呢会引起民进党都必须要严肃对待，原因是因为当你呢在发动呢大罢免的时候，当你认为你预算呢被删的不合理的时候，当你告诉大家说呢，今天520呢，我总统他开记者会，很抱歉，今天本来要买蛋糕，但是只能用杯子蛋糕。因为我们没有钱。我告诉你，今天呢，当你看我讲话的时候呢，很抱歉呢，那些呢，可能呢盲人朋友们呢，你或者说呢这个呢比较困难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困难，因为呢，我没有办法请得起手语老师，这都是民进党讲的事情啊。我请不起手语老师，我只能请你们吃杯子蛋糕呢。你们今天呢没有咖啡啊，你上厕所没有卫生纸，自己的带卫生纸，这些呢哭穷装穷的话呢，都是你说的你干的，也不过就是这1-2个月的事情。那请问你这些监委你要怎么样去处置？政治呢，只有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可以坚持，就是第一个，请你不要双重标准，不要呢，你可以，我不可以，我可以，你不可以，不要双重标准。第二个，不要屁股决定脑袋。我在野的时候讲一套，我执政的时候用各种花言巧语把它混过去。民进党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啊！请问你有没有双重标准？请问你有没有屁股决定脑袋？请问你今天这么烂的一包人在当监察委员的时候，有许多我知道了，是你不知道往哪里放的人都塞到里头去。你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敢不敢用相同的标准呢去要求？你敢不敢说呢？这些人用这些公务车呢是不应该的。我说你只要把标准定出来，大家知道怎么做就好了。但是记得前面呢已经有很多的案子告诉你，民进党呢在办不是自己的同志的时候呢，那个标准奇高无比。希望呢这些人呢可以适用。郑宇。我觉得刚刚湘宏哥真的讲得非常的明确了。我觉得就是一件事情，大家想一下，没钱买卫生纸，没有钱可以去吃饭，然后印护照，然后包含到手语老师这些等等的。但是我就说了，这个相对剥夺感是我们的中央政府现在在哭穷，还要哭着要追加预算的同时，但他们现在有钱改中正路，有钱送宠物美容，有钱当私家车。我觉得这个人民百姓真的看得下去吗？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哦。那可以看到了，从上下监察院的这样的作为，不好意思哦，各自的院会比例都比监察院低，原因是为什么？各院怕被监察院给监察嘛，不是吗？所以这些监察院必须变成像太上皇一样捧着，才有办法来去免除自己被监察的可能性吗？我觉得这点就是全民大家要来去好好的去反思一下现在的这样的状况哦。我还是必须说，每一个单位的公务车如何去使用，我们就来反观各县市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我们现在怎么样去使用每一个县市议员，我们是如何监督政府的？但是现在反而是立法院对监察院完全现在没有人可以来去处决这件现在目前占用公务资源的状态。那我就不禁想请问哦，其他县市因为所谓的占用公务车被羁押的状态，请问一下监察院这一些活宝们，这一些福禄寿们该怎么办？我觉得人民都看在眼里。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南投因为呢罢免马文君要补件那有将近4000份被退了所以呢这个他们就罢团就怀疑说是不是地方选委会故意刁难他们说呢有3种被退的状况了一种呢是签名草率被剔除，一种是同一个人被剔好几次，第二个呢
是这个姓萧的被踢的最多，选委会跟萧有仇啊，嘉义姓萧的很多，我想对南投了，南投，他不是有想我是一些南投，因为马文俊南投，所以有可能的地方姓萧的多了哈，或者萧家村啊什么，通通来罢免了。那罢团说很多志工都哭了，我们好不容易签署，他们就哭了哈。那他们说两套标准，他说油耗你看这个在立法院可以有不一样的签名，为什么呢？罢团不能说签名潦草哦。那中选会说好，我们要去调查，行政调查，看呢南投选委会有没有刻意调查啊。现在很多地方民政局长都被抓了，被关了哈。那另外呢，赖以任那是另外的啊，就是台北的北投士林哈。因为他们也是说他们的这个领衔的这个提议啊，有很多这个，因为要换领衔人呢，叫1/2的提议人啊。但是呢，1/2的提议人呢，说中间呢有700个不合，其实不是700个，因为他提的只要2000多就够了，他们报了2400里面呢有700个，那其实呢真的不合格就是300多啊。说不300，其实我认为应该可以补，为什么不能补？其他都可以补，为什么不能补呢？那这个好吧，所以呢，这个不同意更换领衔人啊。那这个当时的召集人赖以任说，我们不会停2阶段联署持续不会停，他就兵分几路了，一路就是说继续去补那个1阶段，就是那个提议人嘛，差300多就补齐啊。那因为赖以任是说，我怎么知道？因为他是按照第1阶段去送件了4000多人然后从里面去发函给他们，请他们来补。那这些人有些被中选会踢，中选会不会告诉这些人说哪些是被踢的说我不知道哪些被踢啊，我只好发函给原来那4000多个人呢。他是这样讲的，这是一种啊。那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这个那中选会好像有消息，中选会没有正式讲了，说只能罢一次，罢一次是对那个人，你就算够了，只能罢他一次，不能连续罢他，不是说我送件只能送一次，法律没有规定送件只能送一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现在当然最好是原来的张科进呢，就好吧，我就既然已经签署的，如果说到了满了27000个这个2阶的罢免，那你就送一下嘛。那你就算不送，你签个委托书也可以嘛。签个委托书会死啊，委托书他现在也不签所以呢，他当然有他的理由了我们不细讲他的理由了。那这个基本上呢，就是你至少托个委托书可以嘛。检察官再怎么威胁你，委托书都不能委托别人对不对？那你否则怎么对得起这2万多个人呢？所以他们为什么要继续签呢？就是只要到时候我联署够了，看看能不能感动张克进，让他出来能够这个就好吧，就送他只是送件而已嘛，大家都知道你不想干，但你既然当时答应干呢，那你这是送佛送到西天，有始有终这么多人都去签了，你就送个件，你不能说你就委托一下也可以吧？对，签个委托书也可以吧？所以他们大概想，至少呢，当然一方面设法去补足那300多个提议人，看能不能换联署人，换到被捕联署人。本来那个被捕联署人说联署人不干，我也不干，后来他勉强答应了，好吧，那我干了。那现在他要干了，又说他不合格，所以呢，这个他们也很生气了觉得中选会是不是故意在刁难了那所以呢，这个杨之斗议员呢认为说这是忽视民意。这么多人签了，你怎么样都不能补？什么叫不能补？怎么会不能补？那另外呢，张思刚昨天去告监察院，今天就被调查局约谈，检察官约谈复讯，无保请回所以呢，他因为说个资被列为被告，他不是证人是被告，而且他事前都不知道自己是这个证人还是被告，因为证人是不能带律师去的，被告是可以带律师去的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去了那所谓因为个资部分，什么叫个资部分？就是他当时那个公投案的时候呢，有人这个联署，大概他把那个公投案的联署呢，也来这个作为这个罢免的提议人所以就说他这违反个资法那另外呢，北检传唤7个被告来询问，因为当时为了莱猪所以有1000份的联署书，看一下。到底怎么样的状况这样叫做标准？从礼拜6到现在，
一大堆志工在我面前哭，痛诉辛辛苦苦收到了近3万份联署书，因签名字迹潦草，近4000份遭南投选委会剔除。罢免马文君团队因为各自没有拿出范例的潦草联署书，但找来全台罢团来声援。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南投罢团是连查询单都没有寄出，去核对说你是不是本人做签署。那我们罢团能够做的就持续发声，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遇到不公平的对待，也希望中选会可以协助罢团。不过南投选委会是否违法查询户政系统，地检署已经分案侦查，但选委会再强调是依照书写错误或不明剔除，跟签名跟姓名潦草无关。另外也是依照规定比对户政系统登录的姓名，并不是签名。中选会也将依法行政调查，让罢团似乎也态度放软。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重点的话，就尊重中选会，很有可能也有他所说的，就是签名不符或者说不明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势必这是他的说法，或许有部分为真，但变成说是中选会要帮我们去了解了。如今罢国民党立委团队挟31-0气势而来，加上基隆市党部再有党工被搜索约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再度痛批司法。所有的这些受到这样不公不义待遇的任何的被羁押朋友，我们希望社会能够共同的来声援。只是面对罢绿案，恐怕10案都失败不过关。蓝军气势低迷之际，朱立伦再抛希望党主席顺利交棒。由于选举时程跟罢免案几乎重叠，让不少深陷罢免战的区域立委向党中央发难。全党的力量来一起对抗这个大罢免的这个恶潮为主了，出来这个中选会的不公正对于不利民进党的事情，就是恶意的来挑毛病。罢蓝罢绿案如今部分都进入司法战，恐怕也让大罢免潮变得更加复杂。香龙，罢免的连署的事情，本来地方政府就应该呢做第一阶段的严格把关。我一直不太懂，就是说呢，蓝营呢明明在地方呢是强势的。但蓝营在有这么多的地方政府，可是呢，这个罢免案呢，在发动的时候呢，明明它不是呢违反法律，而是违反了政治的惯性。就是当这么多的委员跟赖清德同一天当选的委员，赖清德干得这么烂，民调呢这么低，但是呢，赖清德可以继续做下去，而跟他同一天当选的委员需要被罢免，是赖清德这个呢民调创新低的总统呢所发动的。这件事情在政治上面怎么去解释？我觉得是蓝营呢应该想想看之后呢，然后把这些告诉呢老百姓，就是这个大罢免本身呢已经没有政治上面的正当性。但是当你呢纠缠在里面呢，都在这种的罢免连署的细节当中在打转的时候呢，你就呢每天的搞不完，就是它都是一些呢细微末节个别地方上面个别委员的事情。反正呢，今天呢，对蓝营的罢免的起码31个都已经过了，你也没有什么好逃避的，你就是回到一个大原则、大方向上面。我说今天的全球政治的方向呢是清楚的，所有呢跟川普上来了之后，跟着美国对着来的，基本上面呢，通通的都过关了，亲美的呢，通通都下来了。在这种的背景下面，今天的台湾作为呢。川普呢，4月2号刚公布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关税战开打的时候，第一个趴下来，第一个跪的台湾。今天的尴尬的，上回我们曾经讲过，两岸呢成为呢全球的2个极端的示范，中国大陆呢就不跪。中国大陆不跪了之后，他站得挺挺的，所以今天当川普呢被裁定是违法的时候，中国大陆呢松一口气，同时呢，全世界所有在跟着川普谈的，基本上面现在呢都停下来了。台湾呢在当初呢还在为了第一阶段呢被川普摆在第一阶段名单里面沾自喜，我们的郑丽君呢带着团体的赶快呢到美国去谈的如何呢都不知道，新台币都已经升了1成多了，结果呢这个案子现在呢美国的法院呢认定呢是违法的，你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这才是你应该告诉老百姓的，不要再纠缠在那些细节里面了，把你的整个队形呢整理出来，你就是只能够硬碰硬，同时告诉大家，凭什么那个跟我同一天当选的赖清德会发动来罢免我？基本上啊，因为现在都说是地方选委会嘛，我也问了地方选委会，我说奇怪的，你国民党不是地方县市长比较多吗？对啊，那地方选委会不在你们手上吗？他们不是。然后地方选委是中央派人来的，中央派人在主导，地方选委会其实没有权利的，只是主委他那个挂个名啊，比如市长啊什么挂个名是主委，他其实那个事务并不是他们碰的，这是一个。那赖士葆跟我讲，他曾经质询中央选委会，他说这个他怀疑，他认为罢免他的人也有抄名单。
能不能叫地方选委会发函给这些人嘛？比如你现在5万个罢免我，对不对？我发函给你们，问你们中间有没有问题？因为他认为说有可能什么庙的啊，什么人民团体被拿去抄，那就发，只要有人说，奇怪，我没有联署，那就表示有问题嘛。中央选委说不行。那赖士葆又质询说，我如果请地方的议员，比如台北市议员，你们现在3个，你们质询这个市政府，质询民政局，质询选委会，是不是请他们发？中央选委说，地方没有这个权利，要不要发函是我的权利，地方没有权利去问。那所以呢，之前在立法院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有委员曾经有这样想法，就是说，如果谁被罢，他有权利去要求要调查，他是被罢人哦。我今天被罢免人，我应该有权利来要求，我觉得什么地方怀疑，你们应该要去查，不行，不被接受。所以现在就变成说，要怎么搞你就怎么搞你嘛。那我说要调查一下，说罢我的人这5万个人里面有没有是假的，有没有被抄名的，他自己到底知不知道罢我，就问一下。不可以问，休息下再回来。最近这个新冠疫情又起来了哈，那他们那个中央是说呢，从5月底就是现在到8月初，其实也就6、7、2个月嘛，会有171万个人确诊。按照那个趋势，会有170万，很多连2天这个数字的往上修哦。那赖清德说呢，疫苗也充分，药物也充分哦，但是真的吗？现在听说要买快筛都不容易买啊，要药也不见得有啊所以呢，现在说赶快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戴口罩。第一个人多的地方少去了。第二呢，去的因为端午连假马上开始嘛，很多地方不要去就不去了。第二个呢，去的时候呢也戴口罩，比如你搭捷运啊、搭公车、到医院啊、到人多的地方，把口罩戴好哦。好，那么所以呢，这个从本周起开始到8月3个月，其实不到，逼近180万哦。那另外呢，这个已经连7个礼拜升温了哦，所以呢，现在确诊人数已经有11万3了。432是重症，死了66个人哦。到5月28号的累计，到昨天的累计了哈。那但是快筛很多地方没有，因为以前可能有很多家里也许有，都过期了哦。那他们昨天又说过1年都还算可以了哦。但是到底抗病毒药物也传说呢，也很多地方也领不到哦。那到底怎么办哦？说呢，基层缺药、缺快筛，卫福部长邱泰源道歉了，他说抱歉。生产铺货过程多了1、2天，只多了1、2天吗？很快就会有货，大家放心哦。但是呢，抱歉哦，至少你现在可能很多地方没有货啊。说呢，快筛通路持续铺货，可以到超商、到连锁药局去买快筛哦。那急诊人次也增加17%，所以医生有担心。前一阵子不是有急诊的一堆人啊，很多躺在急诊上，说怕这个惨况。又出现了，而且很多到急诊不是只是因为新冠疫情，可能有其他的原因呢那卫福部说呢，已经动员医疗体系，叫他们做准备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物资充裕，不要囤货另外呢，媒体也说，你看邱泰源都道歉了，说的确有延误所以赖清德说呢都没问题，显然戳破了他的这个讲法。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这个礼拜回收厂商日以继夜会铺到大概60万剂那下个礼拜会铺到120万剂所以一定对于病情是几倍于我们预估病情的人数，所以抱歉，因为这个生产铺路的一个过程，所以差了1、2天，但是应该很快就全部都有了请大家放心，谢谢。问题。其实我自己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我蛮重视疫情的部分对，因为我母亲是在治疗癌症当中就感染新冠嘛，所以其实我们选区的很多人大家都知道，我在跑行程的时候，我都会通知大家，就是说，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上周是9000，上周是2万，可是我最常问这些民众的就是，你们现在家里有在快筛吗？大部分人都说没有了，所以我就返回去跟大家讲，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快筛，还有
9000跟2万个案例，那实际上感染的人数黑数也很多，那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黑数。很多人有感冒。所以我觉得这一波的状况里面，政府有几点都没有做好。第一点就是你一直在轻忽疫情。你一直在轻忽快筛的重要性，所以你看，在上一波最严重的之后，大家再也不用快筛了，不用快筛就没有商业市场，没有商业市场，厂商为什么要去生产？所以我们的防疫自始至终对快筛是轻忽的。所以我觉得政府一直都没有跟民众讲清楚一点，就是快筛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因为新冠，我再一次讲，是新冠的高危险群，就是免疫系统有状况的、癌症正在治疗中的，还有高龄者，还有心血管疾病这几个。所以你看这几个族群，家里一定要有快筛这件事情，我也从来没听到政府在讲，但我在基层上我就每天都在讲这些。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觉得政府这一波新冠又跟过去不一样。其实他的症状跟以前不太一样，包括他咳嗽的状况也没有太多，流鼻水啦或什么，那反而重点是，据我听到的经验是，好像头痛的状况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觉得政府你的反应实在是慢到一个不行，就是说你至少要告诉大家什么样的症状应该要赶快去做快筛，确认了身体状况之后，然后要赶快就医，然后再来就是这几个高危险群，你还是要去帮他建立起来，就是一方面要提醒他一定要筛。一方面在医疗行为上，各个医院针对这4种族群，我们健保卡里面其实都可以备注，针对这4种族群，他们应该要有就医的绿色通道，因为他们是超高危险群，他们是有生命危险的。所以这几个部分，我觉得都是政府可以做的，可是我都没有看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现在面临到几个部分，外面有关税的问题。我跟你讲，川普虽然违法，但他不会罢休的，6月还有的搞。然后再加上现在有军演。然后再加上内有新冠，可是所有人都还在看大罢免，那你说这国家这个政府还有什么救？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的朋友，请你们记起来，自救比所有东西都重要。我觉得你可以看哦，这一次为什么邱泰源部长他会直接领先来道歉，可以再显示了这2个月内疫情的攀升，大家可以回想到我们过去3、4年的历史噩梦可能又要重演了。那我觉得现阶段的赖政府，你的超前部署做了没有？似乎是没有哦。同时间呢，你看这时候如果说在赖清德的认知是我们不缺物资，但是为什么邱泰源需要出来道歉？就再的显示赖清德对于内政完全毫不关心，行政院上下也只是在不断的在哭穷、喊穷跟造谣。那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整个疫情我们没有办法来去预知，我们身边可能都要小心。大家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的4缺：缺快筛、缺酒精、缺疫苗、缺药物？请问一下，现在的赖政府，你的上下准备好了吗？面对疫情的来势汹汹，我们真的做了吗？但是现在看起来，执政党一副就是老神在在，我们什么都不缺，大家不要担心。现在看得出来，一切就是以大罢免为原则。赖清德就是温水煮青蛙，正在迈向他的威权之路。南轩，我记得520的时候，这个赖清德的民调最高的是健康台湾。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的关系所以呢，对于一些好像医疗啦、卫生，他好像都觉得相对来说觉得比较肯定他，比较相信他。但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邱泰源他在所有的一些事情上面，他都在道歉，所有事情呢都因应不及。急诊拥塞多久了？这个问题才解决？而且这个解决还是因为整个的时间过去了，过年过完了，大家都已经塞到爆了，所以呢，自动而的就不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就在道歉了。所以我们这个邱泰源部长只会道歉吗？因为每天都在讲这个相关的这个讯息。我还记得我在1个月前就跟大家讲到说呢，新冠疫情我们听到相关的讯息连续3个礼拜升高了，所以现在是连续7个礼拜升高了。那个时候就有在讲说，快筛剂在市面上都是过期的，所以大家就很担心，说我买到过期了，我们验半天到底是有限还是没限，你根本看都看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去判断呢？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1个月过去了，你只会在现在道歉。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看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赖清德政府的轻重缓急显然的是有问题。对他来说，像他今天他宁愿去海巡署去看相关的，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去讲说这个中共的海警船到我们的怕这个东西不要被诱惑了，不要被引诱了。就他在乎的是陆配的问题啦，这个海巡的问题啦，中共是一个万恶的共匪的问题啦，对我们真正的大家的急诊的问题啦，这个空污的问题啦，最近空污问题多严重，你知道赖清德出来讲一句话吗？
都没有。然后现在呢，这个快筛的问题，这个他还在讲说很充裕，结果呢，邱泰源出来道歉，罢免完后，大家不要忘记还有重选呢。突然间呢，我们今年就过去了嘞。蓝轩刚刚说那个急诊拥塞的问题，大家一定还记得邱泰源就去视察，就视察个窗明几净，不急不徐，井有条。我很担心他接下来去巡视快筛也是库存充足，像郑文灿去鸡蛋的时候，满货架的鸡蛋都买得到。所以如果他们不正视问题的本质，根本看不到问题所在了。新冠肺炎这几年当然已经开始跟民众和平共存，民众的心态如此。但是你就算把它当成一个一般的传染病，它的起伏趋势还是必须要被观察跟重视。那过去这2个星期，疾管署的资料显示，新冠就诊的人数已经又开始都破万了。那当然还是比流感的人数少，可是数字上已经比前几年趋缓的时候的高峰期的数字已经追上。那更不要说现在那个防疫的概念已经逐渐在淡化，很多人把它视为一般的感冒看待，就算他知道他确诊，也不一定会去看医生。所以实际上的流行趋势可能会更高。那现在的这个毒性强度跟传染力，伴随着病毒变种跟疫苗普及，致死率当然是下降。但是不要忘了，最可怕的是病毒的多变性，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希望卫福部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要再看表面数字或做表面功夫。现在打疫苗也不像以前那么踊跃了啊，所以呢，警觉性也降低了啊。他们说那个快筛剂哈，就你要看那个有一条叫 C 线，如果还有的话就还好。如果说那个都模糊了不见了，那个快筛剂就有问题的。来，香龙，川普政府，我们以美国政府来讲，美国是没有在鼓励戴口罩，他用的卫生部长是反疫苗，甘乃迪，那就是他反疫苗，基本上他认为呢就是不要打疫苗。那大家呢自行。但是听说川普的疫苗都打了，对，但这就是双标的问题，这我们就不知道。至少可以区分是感冒还是新冠。我们其实对于类似这种的讯息，我们不是要赖清德或者说呢这个呢卫福部长出来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礼拜多少，下礼拜多少人家就有多少人。你告诉我人数，只是告诉我疫情在扩大。可是对民众来讲，只有一个讯息是有益的，就是你政府在面对这个疫情，你的应对强度是什么？这个应对，我们曾经用最严格的标准呢，近乎呢就坚壁清野的方式，有疫情大家都躲在家里面，路上的净空，那是最强的。但是现在当你面对这波疫情的时候，你只要告诉我，譬如说进出医院的时候呢，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筛检？当今天呢要搭呢就公共交通工具呢车船的时候呢，要不要呢强制或者呢鼓励呢戴口罩？你把这些动作做出来，我们就知道你应对的强度。那你讲完了之后，没有任何的应对的强度啊！我出门我要戴口罩，我可能戴，可是我周围很多不戴，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